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昨天晚间美股继续了它的震荡和反弹的过程，我们看到最终的跌幅是0.03%，相当于是一个平开平收。那么这轮行情，我们看到美股出现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日线级别上涨西游过程当中，突破了144均线，突破了169均线，并且成功站上了33000点。那33000点呢，是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筹码密集区。这个位置发生突破之后，行情再度进行了第二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当中的悟空阳线。悟空阳线在4月13日出现之后，上方就有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多头的预期。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连续3天的震荡横盘都是围绕悟空阳线的实体部分进行的，因此呢，近3天包括上周五、本周一、本周二的横盘和震荡呢，我们认为它是一组妖怪 K 线。妖怪 K 线呢，干扰了我们对多头方向的预期，因此呢，我认为在行情在道指呢突破妖怪 K 线之后在悟空阳线将妖怪 K 线斩杀之后呢，行情会有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同时呢，目前点位非常接近于34000点34000点呢是这轮行情上第4次出现也就是说，相当于我们第4次走出了波峰波峰的位置是在34000点。根据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一旦出现4次等位置波峰，非常容易走出新的高点。如果成功突破前高34683点的话，行情将会不断创出新高，最终呢完成道指的反转行情，也会带动比特币的继续上涨。那么，比特币在这轮行情当中已经完成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分别由1月9日的悟空阳线、八阶阳线组合、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构成。那么我们说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要考虑调整那么本轮行情我们看到了一次的调整，这轮调整呢，我们看到是由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构成的。同时呢，这轮调整的时间点刚好是结构上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我们认为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是发生变盘的这个位置。同时也看到了在4小时级别上144均线和169均线构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支撑线。这条支撑线呢，也是前面行情3月19日到4月10日震荡过程当中波谷连线连接过来在28500美金构成的支撑，所以呢，不断接近这个位置的过程当中，行情出现了一定的反弹。那么把时间级别切到日线级别之后呢，我们看到前面行情当中出现了4次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这个位置第一次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突破了144均线、169均线，并且成功站上了19500美金19500美金是从去年6到12月份波谷连线连过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压力位。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在1月20日同步了美股进行了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上方八阶阳线走得非常复杂，但最终呢，悟空阳线被斩杀掉了。斩杀掉之后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呢宣告失败，然后开启了第3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第3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起点呢是在144均线和169均线，同时也是在19500美金，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重要点位这个位置。第3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在高位在3月初的行情当中形成了一波震荡的走势，然后我们看到形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波峰连线、波谷连线在近焦点位置上发动了突破。那么目前4月10日走出了一个新的第4轮的悟空阳线。那有了悟空阳线之后，就有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所以呢，行情在日线级别这个角度来看，只要不跌破28500美金这个位置关键点位，也就是悟空阳线的开盘价，那么多头就有继续走下去，走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那么今天重点关注的是31000点能否得到突破如果突破不上去，那么回踩之后，我们要看这个重点的是4小时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能否在29000美金形成支撑。因为底部这个4小时级别的144均线呢是不断上移的，所以呢，根据这个上移的情况来看，我们要在29000美金如果能够回落到这个位置开始布局多单。那么现在这个位置
是遇到了一个压力位啊，因为前高31059在这个位置上，所以呢接近这个位置就会有一些阻力。那么同时我们看到美股在昨天晚间并没有成功突破啊，只是高位震荡，所以呢最近几个交易日啊震荡的概率非常大。但是呢美股和比特币已经成功形成了一个同步上涨的趋势。之前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美股在下跌，比特币一直在反弹。比特币反弹50%之后呢，从低点到高点反弹50%之后呢，美股才跟随上来。但最近一轮行情，美股已经和比特币产生了同步。美股在完成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收之后，正在进行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收。那比特币呢，也在前面行情4月10日这一天走出了一个新的悟空阳线，所以呢，美股和比特币正在发生同步上涨因此呢，无论怎样调整保持一个多头的一个预期，那未来行情当中我们可能获得下一轮周线级别上涨吸油带给我们的一个巨大利润，因为我们看到这轮行情主要是对比特币从42000点到15443点这个区间的急速下跌进行的一个回补动作，那么回补还没有完整的形成到达$40000的一个回补，所以呢，目前完成第一轮周线级别上涨吸收之后，后面的行情当中有可能做出一个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吸收因此呢，耐心等待多头给出的信号做趋势才能够更容易获得大的利润。那么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我们看到上方遇阻于1440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它在反弹过程当中形成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突破了之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位0.067这个位置。0.067呢是从21年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支撑位支撑位跌破之后转压力，突破之后呢完成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那么目前遇阻于这个位置之后呢，证明以太坊目前是弱势于比特币的，所以呢在行情我们并没有看到以太坊领涨于比特币但是呢当前行情比特币以太坊呢仍然处在一个多头的趋势当中。首先呢我们看到4月13日以太坊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当前行情正在走8节阳线组，8节阳线组走出来之后，我们看到在日线级别上，它依然处在一个上涨趋势当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是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没有办法画出它的焦点。那这种情况下呢，没有办法画出焦点的情况，我认为它的上涨会持续，会继续。那么直到我们能画出它的一个焦点之后，行情才可能发生变盘。因此呢，对于以太坊来说，目前是8节阳线的势力范围，日线级别上会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仍然处在一个多头的趋势当中。那么在 iCoin 上，我们看到有一些利好于 FTT 的消息这是 FTX 交易所正与债务人合作重新评估重启出售 FTX， 并为债权人创造价值的所有选项所以呢，对于 FTT 来说，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浪子回头币种在巨幅下跌，跌幅超过99%之后呢FTX 交易所的重启或者合并或者被收购，或者是有一些良好的消息都构成了一个浪子回头。那么目前来看，这轮浪子回头已经在4月12日走出了一个标志性的悟空阳线。有了这个启动阳线之后，经历了连续6个交易日的调整，目前又有重新启动的迹象。如果能够得以重新启动，非常容易走出一轮突破。我们看到上方有一个巨大的压力线，这个压力线呢正是169日均线构成了一个日线级别压力。如果能够突破2.68并且成功站稳的话，行情最终有可能走出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所以呢，对于 FTX 交易所的信息和 FTT 这个代币来说，要有一些关注。还可以关注的就是最近 ID 和 ARB 目前成交量巨大昨天 ID 排名成交量榜的第2名，超过了比特币。那么排名第1的呢是 ARB。那么这轮行情对于 ID 来说，我们看到目前正在走沙僧阳线的势力范围，那在上方呢就有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最终呢完成横有多长，纵有多高的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对于热点币种、热点板块受资金关注，底部成交量放大，上面持续上涨的币种是可以进行关注的。行情的热点一定要看还有的就是 ARB 昨天有一定的这个启动现象，但是目前
仍然处在八戒阳线的势力范围。我们看到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走八戒阳线组，那么行情上方就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所以呢，在沙僧阳线虽然有更多的震荡啊，但是这个位置相当于我们的人生本身就多震荡，所以呢，上方有预期的情况下，如果不跌破1.5美金的话啊，建议继续持有。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一键3连，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看到《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感谢大家，再见。